Hello，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一起看新闻》，我是陈慈，我是柔儿。好，这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我觉得是蛮震惊各界的，因为它其实从开播以来一直都是非常高的声势量。对，青春有你3嘛，而且是找来很多的导师，比如说像李荣浩，或者说甚至是找来这个韩国女团的 Lisa， 哇，大家因为 Lisa 其实关注度更高。对，然后还有虞书欣啊，然后还有潘玮柏等人，其实都在里面。那《青春有你3》其实它的观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最近竟然突然传出要被勒令停播，怎么回事？对，其实我们就是有在看这个节目的都知道，他其实最近快接近决赛。对，他原本是从119位的成员里面选出9位要出道，那大家也历经了大概4个多月的比赛啊，那终于已经淘汰到20位。那最近就在这个礼拜的话，就已经要有这个决赛。对，结果没想到在决赛的前夕居然会爆出来啊！如果长期在关注这个节目的都知道啊，这个长期守住第1位的这个于景天，他被网友踢爆说，不是个人，但是是他父母的经营的这个景丽 KTV 被涉嫌有这个涉黄以及贩毒，对的事项。这蛮严重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尤其是在这个中国，他们非常要求。这个偶像他们的这个形象，对正面形象的这个状况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因为这个消息其实出来的有点突然，而且呢是直接从北京的广电局直接就发出了这道禁令，要求爱奇艺是停止录制。然后呢，甚至是就是约谈了爱奇艺的高层，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在大陆上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大家就会想说，这个踢爆是真的吗？因为于景天，大家就看他就是一个年轻男孩的形象，爸爸妈妈所从事的这个 KTV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所谓的不当的行为存在呢？它证据在哪里？网友其实有贴出来，就是这个景丽KTV， 它其实包括说有人在网络上贴这个要征陪坐小姐，那下面就有讲到一些，比如说它的条件，比如说出台美女，做出包夜2500，快餐1800等等，那它就是直接标明了，就是在这个景丽 KTV 所要征招的这个人员。那另外呢，这个甚至说有警察在景丽 KTV 有抓到14位就是吸毒者。那时候吸毒者就是跟警察共称是说，其实是就是坐台的那个小姐卖给他这个毒品，所以才导致他吸食。对，那这个判决书甚至是网友们都直接抓出来。对，然后上面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就是他爸妈的名字。所以这算是证据确凿啦。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为其实他快要决赛，而且眼看就是大家都是这么说啊，觉得他应该就是可以出道的其中一位其中一位成员，他应该是要可以出道的。没有想到现在爆出了这样的丑闻，除了影响他自己之外，其实也影响到了整个节目。那么当然就会有网友挖出来，就是他过去的一些争议项目，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他曾经在韩国其实是有当练习生，然后加上他的这个所谓的双重国籍照。其实，在韩国就是一样是参加选秀节目，叫做 Produce 101。对，那他那时候是第4季。结果他那时候在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他都是说他是加拿大来的，加拿大籍的。对，但是在青春3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是四川人。所以，因为中国大陆是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人家就觉得说，那你在南韩的时候你就说你是加拿大，然后你在中国的时候你说你是四川，那你到底是哪里人？是不是有双重国籍？对，所以这个东西也被大家翻出来。那除此之外，他除了这个双重国籍之外，是不是包含其实他跟粉丝之间也会现在被挖出来有一些所谓的黑幕的问题？不能说完全归责到他身上，但是他毕竟有一定的这个监督责任，就是他粉丝后援会。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现在很多粉丝他们都是会，比如说集资去帮助他们偶像，比如说要冲位啊，就是要投票什么的。对，那他们的后援会呢，就是有在
一个日期定了一个 deadline，然后定了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在那个 deadline 里面没有达到那个集资的目标，所以他们粉丝后援会就发布了一则贴文，就是说因为这次没有达到集资目标，所以要对粉丝们惩罚。所以绩效不好，粉丝还要被惩罚。对，那它上面就有列了几项，说你们自己以下各选一项去完成。比如说有什么？比如说就是他们有在一个就是购买连结店，就是2.22的人民币，这就是惩罚之一，就是等于要罚还的概念。我的天哪！对，所以人家就觉得说，哇，你这个实在是不太恰当。因为照理来说，追星，你觉得这个明星是值得你效仿的，或者是值得你推崇的，你才会去追他嘛。对。但没有想到追星反倒是变成这种所谓的惩罚，或者说所谓的不良的影响。其实这件事情影响也蛮大，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对，人家要讲就是追星其实是就是你是用爱，但是现在好像是用钱。就看你花了多少钱才代表你喜爱程度，这真的已经有点变质，就是有点变质了。没错，对，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北京广电局就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禁令，禁止录制嘛，甚至是很多的观众或者是其他成员的这个粉丝就会开始有点抗议说，你这样不是害到其他人吗？因为眼看就是你都已经要朝向这个未来的前途梦想迈进了，没有想到至今到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因为证据确凿嘛，包括这个判决书也出来，各种证据都出来。其实好像最近好像就是有微博上面有一些账号，就是去澄清说于景天的爸爸妈妈好像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妈妈也都跳出来了。妈妈有用她个人的账号，她就讲说我是景天的妈妈。那她说，其实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股份卖出去，然后就没有再去做这个经营。对，但她就觉得说，没有想到以前她父母他们以前的这个事业的经营，居然会造成就是儿子在选秀节目上这样子的困扰，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抱歉，但是他们也是会尽力去配合查清。所以妈妈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就是等于是这个是我创立的，这是我开的，没有错。可是2008年就已经卖出去了，所以到后来的发生的事情对涉黄或涉毒这些事情，其实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他的经纪公司也有讲，就是于景天他经纪公司也有讲说，就是他没有参与这些任何不法的这些行为。对。可是只是因为现在整个大陆的舆论呢，就变成是说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后续的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于景天的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或者是说到后来的他的粉丝的这些问题，其实对于一个新生代偶像来说，他都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一个很伤害。对，那所以现在呢，加上爱奇艺这节目还能不能够继续播，其他人能不能够出道都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有一些网友粉丝好像联名就是一起发出声明说希望他退赛。出来这个事情之后，大家就已经在要求他退赛。对，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广电局要求这个爱奇艺停播这件事情之后，经纪公司就立马赶快出来跟大家讲说，于景天他因为身体自己个人的关系，所以要退赛。但大家也都就是大家粉丝们也都看，就是你应该不是身体关系啦，就是可能是因为各个负面的消息要止血啊，或者是就是防止这个风波再烧下去。对，但他就是退赛了。那请问一下，如果是你啊，依照看了这么多的资料，研究了这么多，你觉得爱奇艺这个《青春有你3》还能够继续吗？其实有粉丝们也在网络上有讲说，他其实目前是不是直播的，因为他是预录，所以他的决赛其实还是会录，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有一派的粉丝认为说，这个决赛如果要再录制的话，可能会需要就是在一段时间，就拉长一点时间，对，所以其实有两派的说法。但是这个问题确实真的是影响蛮大的，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偶像团体都是年轻人效仿对象，这是万不可以的。对，但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无辜啦，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好像都跟他自己本身没有太大的，就是他不是他自己所为，但是就比如说他爸妈或他的粉丝。对，那就是也有他的粉丝也看得出来，他其实因为这是有社会形象责任的。对，但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甚至他就是练习的非常勤奋，甚至练习到昏倒去医院打点滴等等。所以他粉丝也觉得说，其实很替他觉得很心疼啦。对啊。那同样的也是一件就是令人比较难过的消息，也是跟偶像团体有关系。就是韩国的长寿团体呢，这个孙娜恩最近是传出他不被续约，是不被续约还是不
续约。其实他自己不续约哦，他自己不续约。对，我们知道 A-Pink 是这个南韩非常多人喜欢的一个女子团体。那她也出道了10年，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有这个10周年庆祝，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最近就被。就是经纪公司 Play N 他们就讲了，其他的5月成员都已经跟公司续约了，但是里面人气最高的孙娜居然就是没有跟公司续约。他不是说等于是这个团体解散，也不是说他跟这个公司相处的不好，所以他不想要待在这间公司，其实都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他不续约，但是他会在不续约的状况下，他会持续的在参加这个A-Pink 的活动，所以他们其实还是6人制，所以就是单飞不解散。有点这种感觉。对对对，所以他们现在这个 A-Pink 在持续在制作10周年的专辑，他其实也会参与其中。那请问一下，他单飞不解散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虽然说她是从 A-Pink 女团出身，但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孙娜恩她的作品，比如说是偶像剧，对，然后综艺也常看到，甚至是这个电影，对，所以她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娜恩有蛮多部的戏剧，那我们这个孙娜恩她这一次，我们之后就是她在没有续约 Play N 的这个状况下。YG 就跳出来说他们在积极的洽谈中，那过几天确实 YG 就发出了正式的宣告说他们跟孙娜恩正式的签约了，那他们就有讲说他们会在帮助孙娜恩在这个演员这条路上，给他更多的这个展现他自己个人的魅力的这个机会。所以原因会不会是说，因为他其实想要走一些演艺圈不同的路，他想要有不同的发展，而不单单只是所谓的唱跳女团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路线存在，所以他有这样的人生规划。对，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他应该就是想要为有更多的戏剧作品，所以就是到了 YG 这样子。但是其实也有人讲说，他到 YG 其实不是没有迹象的，因为其实他有一个妹妹，是谢艺的高尔夫球的这个赛员，对，那他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就签到了 YG 体育里面，所以他现在进去了 YG， 其实也是有点是跟他妹妹变成同事的感觉。对。就一家人都在一起。对。好的，那没有错。那这个《青春有你3》到底还能不能够继续圆满的播出下去，然后到圆满的最后这一季可以结束呢？这是值得观察的，因为这个风波其实还是持续的在烧下去。那另外呢，这个孙娜恩能不能有更好的演艺成绩，其实也看看 YG 娱乐未来能够怎么样帮他规划他的演艺之路咯。这就是这个礼拜的娱乐新闻，一起看新闻，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想看最新影剧话题，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